谁能想到这人形闸机里面藏了个路由？要不是有这女 NPC， 我还真的不一定能找到她。起初这边只是小部分电脑断网，但随着时间发展，后面几乎所有电脑都上不了网了。他们找来师傅，师傅一番检查，说是这边网络中了毒，但由于这误障，那师傅也没有修过，所以就喊我过来，看看能不能解决。走吧，我们就去看一下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对，你这边什么情况啊？就是网线用不了了，大家连 WiFi 都没用，网线是用不了。那之前维修的师傅怎么说？维修的师傅就是说那个说是网络可能有病毒，现在是自动获取不上，然后我调了一下，调了手动获取。现在我连了 WiFi 嘛，然后把这个网线插上来，稍等一下。我看一下，现在 WiFi 是可以用的，对吧？对，现在 WiFi 是可以用的，但是断开了，连上了那个网线就不能用了。我就连了这个，连完这个网线，它会一直在跳那个一个网址，就说让你登录那个路由器。跳出来了是吧？开始了，对，就是这个，现在也是。然后当时找人来看了，他是说可能是网络出病毒了。.8.1。你这不是网络病毒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太懂，所以要找你们过来看一下嘛。这是一台华为4G 路由，并不是什么所谓的病毒，它应该是别人插错了网线，然后影响了整个网络。估计是之前的师傅不懂，就把它说成了病毒，所以我就让这女 NPC 带我去各个房间，看看能不能找到这路由器。当时我以为房间不多，找这路由器也很快，但是我跟随 NPC 走遍了整个地图，华为路由器愣是没看到。小交换机和水星倒是找出了不少。这水星的。原来大五是不是在宿舍中了一个路由器啊？没有。是不是你找便携式回路啊？便携式的就是那种。找肯定带走了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我操，不会是这个吧？肯定是那个了。这还有一个，应该是这个，但这个应该也不是。这个不是，这已经是最后的房间了，但是仍旧不是那个华为路由器。于是我们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查找。没有，我在找设备。路由器。我不找线。找路由器。不在这里。只有交换机。当时第二轮查找，除了交换机还是交换机。正当我们快放弃的时候，另一个 NPC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。生活区有华为的吗？不知道是不是华为的，但是有路由器。生活区第一排，1楼第一排的第2个房子，那头第2个。行。生活区距离这里还是有段距离的。当时又下了小雨，所以女 NPC 就跟我一起淋雨了。有路由器吗？路由器应该是从那边过来的吧？反正没有，就是好多天都没有网了。你这边也没网？啊。我看着，你这个是水星的。这个都是水星的，那个华为。当时我看了一下这边的电脑，一样是被华为路由器影响了网络，但是无奈就找不到这路由。这时候女 NPC 又想起个地方还有个路由器，于是就把我带到了这里。这里面，这里面不用管，这里面交换机吧。路由器。啊？有路由器在里面？我记得是有一个。当时他说这里面有路由器，但是我是不相信。不过既然来了，那么就让他打开看一下。那个是交换机。当时我看里面有个交换机，就觉得女 NPC 把交换机当成了路由器。就这样，我们整个地图都逛完了，愣是找不到那个路由器。看来只能通过传统方法去找它了。我来到他们网络源头，用电脑接上他们主交换机，然后给电脑设置一个和华为同网站的 IP 地址。像这样拼通以后，就可以开始拔线了。如果拔对了哪条，那么拼它就会超时。这条。运气挺好，一拔这条就正常了，再接上去。一接上去，果然又拼通了。看来就是这条网线了。我把它接上了寻线仪，然后开始了一路的找线。这线往外走了，我就出去看看它到底是通向哪里的。
又是这条线，这条线以前我修过，排路源的水沟到生活区了。这里我去年来修过，当时是那边的保安室出现了环路，没想到这次故障还是那边引起的，所以只能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还是你这里的问题？这边的？对。哦，这边问题的。就这里，这里的问题。就这条了。还是这条。还是这条了。对，你们这边有小路由，不是那边那栋楼，就这条了。这条的话一会儿再找了。现在知道那路由器在这交换机的其中一条线上，所以我拿电脑接上去，然后通过看并拔线的方法去找它。这里我看它是哪条线。还有这个。我先拔这条线看看。不动了，运气那么好，这么多条线拔了去了，对。这正好啊！哎呦，你这个会挑啊！哎，不知道是该夸你还是该夸。哎，好，就动了。对啊，我插上去它肯定动啊，验证一下嘛。这条。再换一条。没有，就这条，就这条了。顺着这条线就找到了。你这个还是接着 POE 交换机哦。我看它这个是到哪的？你这个不简单，接的是 POE 交换机，试下运气吧。出去了，出去找。往这个方向走了。没有啊。我开起来。不用，不然你开吧。开一下。没有，不是这里。到哪的？打开吧。请刷卡。我试下。在这里边呢。我说是这个吗？行，那你过来一下，你出来一下。没有，这个不用关，这个打开。到这里面了。这边呢养了。哦，看到了。看到了。哦，这里。就你了。我都说了，我见过一个华为路由器，你说没有，我说印象中我怎么记得这边有个路由器？我重点只看这个了，谁知道它藏在这里面。它下面这还有一个。就是它了。我是想不到，这闸机里面居然放个4G 路由，而且这手机卡也被拆了下来，这让我更搞不清楚他们之前网络构架了。你要说这4G 路由是专门负责闸机的，但是为什么这里有一条线又和主网络互通？这两者接在一起必定有冲突。当时我把这卡接回路由试了下，发现并不能上网，估计这路由器已经被废弃很久了。于是我就舍弃了这路由，就这样他们全部网络就都恢复了过来。但是这个只是治标不治本，如果后面还有人把路由器插入口，这种故障仍旧是会出现。所以我就建议他们后期增加一个管理型的交换机，把 DHCP 修频功能打开，这样才能彻底杜绝小路由的干扰。好了，本期维修就到这里了。